地球已经存在46亿年，经历了5次毁灭性的生物大灭绝，每一次都抹除了超过70%的地球物种，而它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反直觉的真相？我们天天喊着保护地球，但地球根本不需要人类的保护，能被人类毁灭的，从来只有人类自己。今天这个视频，我会带你沿着地球46亿年的真实时间线，一步步走完从星球诞生到人类崛起的完整历程，拆解5次生物大灭绝的前因后果，看懂生命在灾难中顽强重生的真相。最终你会彻底明白，人类在这颗星球的历史中到底有多渺小，又有多特殊。故事要从46亿年前说起。一颗濒临死亡的超大质量恒星发生超新星爆发，冲击波搅动了一片冰冷的星际分子云，引力让这片尘埃云不断坍缩旋转，中心区域的密度和温度持续飙升，最终触发氢核聚变，我们的太阳就此诞生。剩下的边角尘埃与岩石碎片在千万年的时间里不断碰撞、吸积、合并，最终在太阳周围形成了8大行星。我们的地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同步诞生于46亿年前。但此时的地球是一颗完全熔融的岩浆火球，地表温度超过1200摄氏度，没有大气，没有海洋，更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存活。真正改变地球命运的是45亿年前的一场史诗级天体撞击。一颗火星大小的圆行星忒伊亚以一个完美的斜角撞上了原始地球。这次撞击直接炸飞了地球的大量地壳与地幔物质，这些喷射到轨道上的熔融碎片在引力作用下快速凝聚，最终形成了我们的月球。同时，这次撞击让地球的地轴稳定倾斜了23.5度，正是这个倾斜给地球带来了规律的4季更替，而月球的引力牢牢稳住了地球的自转节奏，催生了海洋潮汐，为后续生命的诞生与演化布好了所有先决条件。没有这场灾难性的撞击，就没有今天宜居的地球，更不会有人类的出现。但此时的地球依然是一片荒芜的炼狱。生命到底是如何在这颗火球上完成从无到有的突破的？44亿年前，地球逐渐冷却，地表形成了稳定的地壳，大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形成了一场持续100万年的全球性暴雨，雨水不断汇聚，最终形成了覆盖全球的原始海洋。生命的摇篮终于成型。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生命证据来自37亿年前的深海热泉口沉积物，也就是说，在海洋形成后的几亿年里，最原始的单细胞生命就已经在黑暗的深海中诞生了。接下来的10几亿年里，这些微小的厌氧生命一直在海洋里默默演化，直到24亿年前，一场彻底改变地球命运的事件发生了——大氧化事件。海洋里的蓝藻演化出了光合作用的能力，它们开始疯狂繁殖，向大气中持续释放巨量的氧气。在此之前，地球的大气中几乎没有游离氧，氧气对于当时统治地球的厌氧生命来说是不折不扣的致命毒气。氧气的大量出现直接摧毁了当时的厌氧生态系统，同时消耗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甲烷，引发了地球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冰期——休伦冰期。整个地球被完全冰封了3亿年，绝大多数生命彻底灭绝。但你看，地球从来没有因为这场灾难而崩溃，这场灭绝反而为更复杂的需氧生命打开了演化的大门。氧气在大气中持续积累，直到6亿年前，稳定的臭氧层终于在平流层形成，它牢牢挡住了来自太阳的致命紫外线，生命终于有了从海洋走向陆地的可能。而就在臭氧层形成后的几千万年里，地球迎来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生命爆发事件。5亿年前，地球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演化奇迹发生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短短2000万年的地质一瞬间里，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突然全部出现在了地球的海洋中。生命从简单的单细胞、多细胞生物，瞬间演化出了带眼睛、带附肢、带外壳的复杂形态。地球的海洋第一次变得热闹而生机勃勃。很多人以为生命的演化是缓慢匀速的，但地质记录告诉我们，生命的爆发往往只在一瞬间。而这场爆发带来的生命繁荣，很快就迎来了地球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残酷大考—— 5次生物大灭绝。第一次大灭绝到底是如何降临的？它又如何彻底重塑了地球的生命格局？
4亿年前，第一次生物大灭绝降临，也就是奥陶纪末大灭绝。当时的地球所有的大陆都聚集在南半球，形成了冈瓦纳超级大陆。随着大陆漂移到南极区域，全球气温骤降，巨大的冰盖不断扩张，引发了全球性冰期，海平面骤降150米，广阔的大陆架浅海彻底暴露。而这里正是当时海洋生命的核心栖息地。雪上加霜的是，一场来自银河系深处的伽马射线暴击中了地球，直接摧毁了大半的臭氧层，紫外线毫无阻挡的直射地表，彻底摧毁了食物链的基础。最终，这场灾难导致了86%的地球物种彻底灭绝。但冰期结束后，地球快速回暖，存活下来的生命快速填补了空出的生态位，生命的多样性反而比灾难之前更加丰富。3亿年前，第二次大灭绝，泥盆纪末大灭绝。这次灭绝不是单次突发灾难，而是持续了200万年的多次脉冲式打击。核心元凶是地幔柱活动引发的超级火山喷发，巨量的温室气体被喷入大气，引发了剧烈的全球变暖与海洋酸化。同时，陆地上的维管植物迎来了爆发式演化，广阔的森林覆盖了大陆，植物根系的深度风化让巨量营养物质流入海洋，引发了全球性的海水富营养化与缺氧事件，海洋变成了生命无法存活的死水区。最终，82%的海洋物种彻底灭绝，而陆地生命却大多逃过了这场灾难。也正是这次灭绝，让海洋中的肉鳍鱼类开始走向陆地，演化出了最早的两栖动物，生命终于真正踏上了陆地，开启了全新的演化篇章。2亿年前，地球史上最惨烈的灾难降临了——二叠纪末大灭绝。地质学家们称它为大死亡。位于今天西伯利亚的暗色岩超级火山，持续喷发了数十万年，超过400万立方公里的岩浆喷涌而出，巨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与有毒气体被喷入大气。先是全球性的酸雨摧毁了几乎所有的陆地植被，土壤系统彻底崩溃。紧接着，失控的温室效应让全球平均气温飙升了10摄氏度，海水温度甚至上升了8摄氏度，海洋彻底酸化缺氧，大气中的氧气含量从30%骤降到了12%。最终，这场灾难导致96%的海洋物种、70%的陆地脊椎动物彻底灭绝，昆虫纲也遭遇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灭绝。地球几乎把自己身上的生命全部清零，这是地球离彻底死寂最近的一次，但它依然挺了过来。300万年后，生命再次复苏，而且演化出了全新的优势类群——爬行动物。恐龙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就在二叠纪大灭绝后的数千万年，也就是2亿年前，第4次大灭绝——三叠纪末大灭绝爆发。当时的地球所有的大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盘古超级大陆。随着大陆开始分裂，中大西洋岩浆省的超级火山再次爆发，持续喷发的巨量温室气体引发了又一轮的全球变暖、海洋酸化与缺氧事件，50%的地球物种彻底灭绝。当时统治陆地的大型主龙类爬行动物几乎全部消失，而这次灭绝给了早已出现但一直被压制的恐龙一个完整的空无一物的生态位。接下来的1亿多年里，恐龙成为了地球绝对的统治者，开启了辉煌的恐龙时代。6600万年前，第5次，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次生物大灭绝——白垩纪末大灭绝。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撞在了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形成了直径180公里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万亿吨 TNT 炸药同时爆炸，瞬间引发了全球性的海啸、地震、火山爆发与全球性火灾。更致命的是，巨量的岩石尘埃与硫酸盐气溶胶被喷入平流层，遮天蔽日，阳光无法到达地表，全球气温骤降，植物大量死亡，全球食物链从底层彻底崩溃。再加上当时德干暗色岩持续火山活动的双重打击，最终75%的地球物种彻底灭绝，统治地球1亿多年的飞鸟类恐龙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而这次灭绝给了一直躲在恐龙阴影里的小型哺乳动物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绝佳机会。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用了数千万年的时间演化，最终人类出现了。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快速辐射演化，占据了恐龙留下的生态位。600万年前，人族与黑猩猩的演化枝彻底分开，
我们的祖先踏上了独立的演化道路。30万年前，智人在东非出现，我们学会了用火，制造复杂的工具，发展出了语言与抽象思维，最终在1万年前开启了农业革命，建立了定居的人类聚落。而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直到5500年前才正式出现。你看，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年，而我们的文明史只有短短的5500年。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比作一本4600页的厚书，每一页代表100万年，那么人类文明只出现在这本书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我们用了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开启了工业革命，发明了核武器，改变了地球的大气成分，影响了全球的气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地球的主宰，以为自己有能力毁灭这个星球。但看完地球46亿年的真实历史，你还会这么觉得吗？地球经历了5次大灭绝，经历过3亿年的全球冰封，经历过数十万年的超级火山喷发，经历过全球气温飙升10摄氏度的极端温室效应。每一次它都能重生，每一次生命都能找到新的出路。就算人类把所有的核武器都引爆，就算全球气温再升10摄氏度，就算海洋里的鱼类全部死光，就算人类自己彻底灭绝，地球只需要几百万年就能恢复生机。新的生命会再次占领这个星球，就像恐龙灭绝后我们崛起一样。我们从来都不是地球的主人，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一个匆匆的过客。我们能毁灭的从来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脆弱的人类文明。今天的视频其实只想告诉你3个最核心的真相。第一，地球46亿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毁灭、不断重生的历史。灾难从来都不是地球的终点，而是生命迭代演化的全新起点。第二，5次生物大灭绝，每一次都彻底重塑了地球的生态格局。没有这些灾难带来的生态空位，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第三，地球不需要我们的保护，我们真正要保护的从来都不是地球，而是我们自己，是这个能让人类文明存续下去的脆弱的宜居环境。现在我想问问你，看完这5次生物大灭绝的完整历史，你觉得哪一次灾难最让你震撼？如果地球真的迎来了第6次生物大灭绝，你觉得人类有能力存活下来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种沿着真实地质时间线带你看懂地球历史、宇宙真相的硬核科普内容，一定要点击订阅按钮，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会持续更新更多有意思的科学故事，带你看懂这个宇宙的底层逻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